我们人类是从哪里来，又是因何而存在？这样的大哉问，从古到今始终存在。几千年来，我们无法停止探索的脚步。但就如同大自然中任何奥秘的发现，一开始提出时的大胆想象，经常会被当代嘲讽或是冷对，总是必须经历多次验证突破，才能家喻户晓。而这个历程，有时会长达100年。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绝大部分处于北极圈之内，占据国境高达80%的冰原，冬天的低温是摄氏零下60度，没有人类能够在这里存活。但它将带领人类文明攀向高峰，探索苍穹。巴尔的摩，美国东岸大城，也是美国主要的海港城市。从台湾飞行加上转机到这里，已经超过24小时。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边，是为了要和一群天文学家会面。因为一项跨国际、划时代的天文科研计划即将从这里展开，那就是我们人类终于有可能解开困惑我们长达100年的谜团——黑洞。天啊，我们那个摄影团队他们的机票有问题哦。你找一下Commander好了，你跟Commander讲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已经登机了吗？陈明堂博士从夏威夷飞来会面，他正是此次天文计划的负责人。但巴尔的摩只是我们的起点，最终站是位在格陵兰的美军基地。1年之前，我们向美国空军提出申请，经过层层审核，终于取得通行证。但此刻显然有了变数。其实我们现在会有一点点紧张担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所乘坐的呢，会是美国的军机。那当然，军机它第一优先是美国的军人，所以只要一旦遇到演习，或者说他们有别的特殊的任务的话，那科学研究专家，然后还有像是我们跟随要拍摄的人员，可能都会因此而被挤掉位置。All right, then we'll see then. So we should go to the counter tonight, 7:30. 大概是我们目前能够确定的就是这样子而已了，一切还是在于他们军方掌控里头。就是我们必须要等到了柜台之后，我们才会确定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搭上这一班飞机。我们名字应该都在上面了，就1个礼拜就是这班飞机。那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搭不上的话，那就下礼拜了。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也陆续会合。待会我们拿这张会去换他的登机证。OK， 这张电子机票跟我们一般看到的真的不太一样。名字，然后从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目的地是美国图勒空军基地。然后他要求我们在晚上7点50分要出现，但是起飞时间其实是凌晨的1点50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在6个小时之前就要在柜台报到。但在不确定是否能顺利登机之前，大家能做的只有等待。过了午夜，机场空荡无人，也终于确认了机位。我们即将启程前往格陵兰北方的美国图勒空军基地。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搭上了美国军用的飞机。那么可以看到这一台军用飞机呢，外形可能跟一般的民航机差不多，但是呢，它只有8排的座位。然后那前方呢，就是一些包括军用的一些补给品，然后所有基地
他们军人还有工作人员可能会需要的一些东西都在前面。那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过去，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位置呢，就是像现在眼前只有8排的位置，只有48个位置，所以当时非常的担心，说我们可能会因此，如果有很多军人需要搭这班飞机的话，我们可能会被挤下飞机。但现在幸好呢，在这一班飞机并没有满。从黑夜到白昼，6小时的飞行，机舱外出现了广大的白色冰原。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岛屿，而我们要记录的主角就伫立在飞机跑道旁。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国际间最受瞩目的格陵兰望远镜，它巨大的机身有20公尺高，相当于5、6层楼。而它的主镜面直径达到12公尺，如果再加上两边的接收器，它的重量到达200公吨，造价800万美金。原本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专为南美洲沙漠所设计的望远镜，后来释出征求更卓越的天文计划，于是台湾中研院天文所主导，和美国史密松天文台、美国国家电波天文台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合作。他们提出了一项计划，就是在格陵兰设置望远镜，结果打败了所有国际竞争对手，取得使用权。而他们要观测的目标，就是人类最渴望了解的黑洞。第一次我们可以观测这样这个 experiment 可以 actually measure， 可以真正是可以看得到这个 size scale。以前是没有办法看得到，为什么没有这个 resolution？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贺曾朴院士，国际顶尖知名的天文学家，这个划时代的浩大创举正出自于他。1915年，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革命性的广义相对论，认为宇宙星系中存在着超大质量的引力怪兽黑洞，能吞噬所有物质，连光都难逃魔掌。但这一切都是推论。100年后的今天，大胆提出观测黑洞，就是要验证爱因斯坦的学说。这也震撼了国际天文物理界，因为要观测的目标是5000万光年之外的室女座 M87 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距离我们极其遥远，等于是站在地球上要看到月球上的一颗棒球。依照现行的望远镜技术和解析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以前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位置没有这么大的望远镜，所以这次的望远镜是全球这么大。去 Greenland 呢是位置天气很好，位置它们的温度很低，每一年它最低的温度是-60 degrees， 所以天气很冷的时候，所有的水 dry out， 所以很干。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很短的电波的 wavelength 去做这个 experiment。我们希望去看这个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黑洞的 shadow 在 M87 galaxy。贺曾朴院士想到，如果在地球的极北之处摆上一个望远镜，和现有的智利望远镜与夏威夷望远镜3点连线，利用一种特长基线干涉阵列的天文技术，就可以让千里之外的望远镜连成一体，构成一个直径长达9000公里，如同地球一样大的虚拟望远镜。这么大的望远镜，为了很高的 resolution，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黑洞的 shadow。美国空军基地里头，两边的这些建筑物就是那个厂房，还有他们工作地点，有些是仓库，有些是停机棚。在前面一点，右边你就能看到格陵兰望远镜。人类史上第一次解密黑洞，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世纪大计划，却遇上第一个大难题。因为望远镜原本是为沙漠而设计，
但要从摄氏40度高温的环境搬到零下60度的北极圈，该如何克服这高达100度的温差？几乎把它全部都拆掉了，换了很多东西，加了很多隔热材料，所有的电子零件必须把它换成能够低温耐寒的，在零下-70度C 还能够存活的第一个望远镜。Most of the refurbishment of that telescope to prepare it for the Arctic environment. Remember, it started its life as a prototype for a high and dry desert environment. Yeah. We basically have a desert here, but it's much colder than its Minus design. 60 It's something like that. minus 60, incredible. 这两个机房是原来不存在的，望远镜的一些设备它是摆在外面，铺露在外面的。那我们不行啊，仪器设备都必须要在比较温暖的屋子里就对了。我们所有的仪器设备，还有所有望远镜的电子设备、零组件，甚至一个小小的电风扇，全部要再放在机房里头。两个机房是made in台湾的，那是低温缸。一般的缸，如果说你在低温下面，你到零下-40度、-50度的时候，它会变很脆。很脆的话，它容易会塌陷，因为它会变形，就可能崩解变形。你要想象，我们昨天经过的那个风力没有？那是小 case， 大 case 的话可以到达每小时200英里那种飓风。这些钢材结构就是必须要能够把我们整个望远镜在那么艰困的环境之下，还能够保持一体，不要到处飞走啊。You can see the little pie segment. So imagine that was all in pieces. And it all had to be put together in a cold hangar, working in an environment like this, okay? It gets cold. As soon as the wind picks up, it is just bone-chilling cold out here. 你现在看到的主镜面，这些是铝材、铝板。那铝板的话，它在背后的话，我们有贴了加热片。我们的天线还有另外一个跟原来的设计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加了一个除冰系统。你只要一结冰下去的话，我们除不掉，它会整个结冰的。结冰的话，那我们镜子就完全没有办法观测。如果万一这样发生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Disaster。所有暴露在外面的钢铁结构，所有的材料结构，不光只是钢铁结构而已，所有的材料结构都一定要耐低温。小到一颗铆钉，小到一颗铁钉，小到一颗螺丝，都是要用低温，适合在低温下面工作的。中研院和中科院花了3年时间，终于将这座沙漠原型机彻底改造成能够抵御零下70度低温环境的极地望远镜。台湾设计和台湾制造，在极北的格陵兰展现了人类在天文科技领域的卓越超凡。How do you feel? Oh, it was awesome. Hello. Hi. That's really cool. Really cool, right? That's really cool. It's your first time to see this kind of a telescope? Oh, yeah. 在空军基地，平常看惯战斗武器的美国大兵，也惊叹于这个耸立在雪地上的伟大工程。Wow,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And then they shipped it across the whole ocean to get to the U.S. and then across the entire U.S. to get it up here. Yes, it's so far. It's gone a long way. Yeah. There's not a whole lot out here, and they see this big telescope antenna thing showing up, and why? You know, that's the question people always have asked is like, why would you build it here? This is a terrible place. But You know, it's cool to see that you guys do black holes. It's cool to get up in there, you know, and see what you guys do in here. Really interesting stuff. 但接下来又面临第2项大挑战，就是该如何将这200公吨的庞然大物从美洲沙漠运送到北极圈。可以看到，这现在是整个冰冻的港口，主要的船运每年就一班。7月中的时候，它从 Virginia Norfolk 那个军港经过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就到达我们的图里的港口。所以其实格陵兰望远镜计划从一开始争取，然后竞争，到最后取得，然后甚至连运送，这整个过程都一点都不容易耶，都非常的艰辛。
因为它每年就只有这么一半。重型的物件一定要靠那条船进来才行，因为飞机再不进来，绝对不能够 delay。2016年夏天，搭乘着美国科学船在空军基地成功登陆，完成组装。同时间，来自台湾、美国、日本、印度的跨国研究团队也正式成军。工程浩大的世纪天文观测计划终于正式启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望远镜的接收机室里头，这个位置就刚好在主镜面的下面。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冷冻机，它能够把温度里面的温度降到绝对温度4度 K 的温度，就是摄氏零下268度。哦，为什么要降到绝对低温？因为我们所用的侦测器，它是超导体元件。那超导体元件，它一定要在那么低的温度下面，它才会变成超导体。系统是我们设计。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整个望远镜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所以我们称它为是望远镜之眼。所有来自宇宙黑洞周边的所有星体的讯号，都会从外太空接收到这里吗？12米直径的碟子把讯号收起来，一直收起来，聚集到一个小小的一束讯号打到里头来。那最后这些讯号会到哪里？哦，讯号就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机房呢，它包含了所有的记录资料的硬碟都在这间机房里头。那你现在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些风扇声音，就是他们在记录的声音。哦，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天外的讯号经过天线接收之后，然后会把所有的 data 都传到这个机房里啊。没错。狭小的货柜屋就像是望远镜的大脑，而下载讯号的速度只能用神速来形容。我们资料截取的速度是用64 GB 的速度在截取的。每个电影如果说是1 GB 的，我们的速度就是每一秒透过这些仪器，每一秒它记录64部电影。我们会产生好几个这种仪器。好几个，是。好重哦。但天文观测经常是连续好几天，累积接收的宇宙讯号硬碟多到要用卡车来载。之后送到麻省理工学院资料处理，通常分析要花上1个月时间。相关成功了以后，它才会做影像处理。这影像处理有可能3个月，有可能1年，不一定，要看我们观测到的资料的质量。科学家不是说我看到一个影子就说这是一个黑洞，分成2组人，完全独立的2组人来做分析，他们用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方法。那互相攻击对方，一个辩证的方式。对，用一种我们内部辩证的方式，去达到共同的结果，然后确认那个结果无误，完全正确，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成功的观测到黑洞。对，那你看我们一次观测要使用多少的硬碟？那这些硬碟呢，就一直在抽换，那甚至这些多余预备的硬碟都放在箱子里头。然后科学家的工作本来工作环境都是这么杂乱的。对，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很简陋、杂乱的小货柜屋办公室，但其实最重要的资料，最后接收都是在这里。对啊，你看，爱因斯坦的头发是乱七八糟的，因为他工作地点就在这边。接着我们到我们的望远镜的控制室。那这些是我的工作同仁，那他们现在正在准备我们待会的一个观测。
现在时间是凌晨12点35分，但是因为北极圈已经逐渐进入永昼的阶段，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天空还是呈现一个淡蓝色，在这里几乎已经没有黑夜。而天文学家的工作也是这样不分昼夜，所以在这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可以看到所有人都还在继续工作当中。事实上，从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里进行一些准备，还有设定的工作。因为今天晚间其实是有一项观测任务，今天是13号，从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半夜的2点22分，他们要观测的是一种类星体。科学家认为说，这个类星体也可能是一种黑洞，所以要找出答案。那么这几天呢，都是有观测任务，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是到早上的6点14分。那有的时候从下午就开始，而真正的重头戏呢，将会落在4月17号，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的7点37分，在这里格陵兰望远镜将会和智利还有夏威夷的望远镜一起合作连线，观测超大质量黑洞 M87，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我们即将要解开黑洞的神秘面纱。Today's observation is very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emission of the around the black hole. How can I say complementary to the next week's observation. So it's very important. How many hours? Another 12 hours. 12 hours? I think more around 7 a.m. 浅田圭一博士，特长基线干涉测量法的知名专家，原本任职日本宇宙科学研究所。2009年加入台湾中研院，担任格陵兰望远镜计划科学家，也是观测团队的 leader。探索黑洞是他20年天文经验中最向往的目标。哇 ，the second coat? Yeah. You drank Yes. tonight? My first visit is last February, so it's cold this time, almost, and dark. Sun never go up. Many our colleagues say spending a long time in the dark, just depressed. I'm okay as far as I have beer. So. Drink beer? 彻夜未眠，对着一堆数据、坐标和未解读的讯号，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们各自有提神饮料之外，有时候也得苦中作乐，自娱于人。对这些驻点的科学家们来说，观测黑洞的任务有时就像黑洞本身，不仅挑战人类心智，也弯曲了现实。因为望远镜所处的美国图勒空军基地，冷战期间曾是和苏联对峙的核弹发射场，目前更是美国武装部队部署最北的军事重地，设有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监控着北极领空以及太空监视。1943年建立以来，只有军队和科研人员进驻，没有一般居民。手机在这里完全没讯号，人员货物进出只能靠1周1班的军用运输机。科学家们在基地冬天住的是宿舍，夏天要睡帐篷。当地只有一间和大兵们共享的餐厅和小超市，只是货架上经常空荡荡。天文学家一次驻点观测通常要待上1个月，有时甚至长达3个月。面对严峻的极地生活，难免空虚、寂寞，觉得冷。刚举这个多重？100出头公斤，设备该有都有。有空的话，就是有精神、有体力、有时间就会来。对，像今天就是刚好有空闲的时间就过来。年轻的工程师游成佑靠着健身忘却忧烦。Here, yesterday. Yeah. Go to this glacier. You see this Yes. glacier here? Yeah. That mountain. So people walked here. It's about 8 miles away. This glacier.
Okay. Going Dundas. to Dundas last time. Oh, it's beautiful. 印度裔的尼木须博士一有空档就带着单眼相机去探险。去年9月，还目睹了北极熊吃掉一头麝香牛的景象。It's about 5 miles from the telescope. Polar bears? Polar bear, yeah. Oh, really? 5 miles Yeah, about away from? this way. 会觉得很平淡无聊吗？是很单调，但是无聊嘛也不会，因为每天都有解决不完的问题，但是是一个放空的好地方。就像现在眼前看到白茫茫的一片，是可以放空。那单调的时候会想家吗？会啊，当然会想家，是啊。那你想家的时候怎么办？还是要看照片。Normally, my stay here is 3 weeks, and including traveling time, then it's nearly 1 month I'm absent. And yeah, my kids change very quickly right now, so you miss it? yeah, I miss my family, of course. You miss family, Yeah. and you missed his grow up. I'll grow up, yeah. After 1 month, he'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know. Yeah, I feel a bit sad because I cannot see him and my wife for at least 1 month. Yeah, but I'm actually quite happy to work here. So excited, but a bit sad. Yeah, I mean both feelings. Yeah, complicated. 科学家们的宿舍。哇，好香 ！What's this? Pork. Pork? Yeah, miso pork. Miso pork. It's Japanese style. Yeah, Japanese style. I'm Wow. Japanese. You must miss your home taste, Yes, home that's dish, right. That's right. Yeah, cooking makes me very relaxed. So I like cooking. Because during a cooking, I do not need to think more things. So it can cure your homesick. Yeah, I can cure my home by cooking. I have cooked some cabbage, which is Indian style. Ah, put some curry. Yes. Ooh, 咖喱白菜. This And this is dal.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 of beans. but it's also in It's very Indian Yeah, it's food, yeah, right? yeah. 他是日本人，他会煮他日本菜，然后就有人在家的感觉。那 Nimesh 他是印度人，他煮他印度菜。那我的话煮我就煮我想吃的菜，所以吧，或许不管我们再怎么说，怎么多么不想家，终究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把我们带到我们想要的地方去。想要的家乡味。这是我们的台湾米粉。小小的科学家宿舍，一时之间充满了台湾古早味、日本烧肉味以及印度香料，菜香混着浓浓乡愁，这一晚弥漫了北极圈。所以这里就是你经常来放风的地方。是，大概新来的人，我们第一个一定会带到这里来。嗯，那我还是风景很漂亮的，在这小石头以前冰河割出来的平原。嗯，那你可以看到3、4个冰河从那边下来，夏天来的时候这边是很平缓的。所以看冰河变成你的一个在格陵兰的消遣吗？可以说这边放风的地方，对不对？因为这个离我们工作地点不会太远，可以来这边看看。我们听音乐好不好？好，要听什么？我看有什么东西。哎，是某炸呢。
因斯坦曾说过，莫扎特的音乐是宇宙最和谐的声音，是他丰富想象力的泉源，总是引领他找到创新的方向。这群天文与物理学家也极力寻找着和谐与平衡，因为任何一项人类伟大的创新背后，总是充满着无数挑战。图勒空军基地还不是格陵兰望远镜最后定位的地方，因为在经过组装还有测试之后呢，将会由这一台你现在所看到眼前好像巨兽一般的卡车，再把格陵兰望远镜运送到1200公里远、3200公尺高的格陵兰最高峰上面就定位。Usually every February we come up to Thule and we prepare for 2 months, and we take our 4 tractors like this, and we pull heavy sleds across the ice cap about 1,200 kilometers to our research station, Summit Station. It's called the quad track, and that's because it has four tracks, and they are specially made wide tracks, so we stay on top of the snow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out sinking down into it. About 150 to 200,000 pounds. Wow. So it's so heavy. Very heavy. And so we go very slow when we're pulling in, and it takes us up to 6 weeks. For 6 weeks? 6 weeks to get up to Summit Station, and then we can get back in half that time usually. Oh my God. So it's very slow, maybe 4, 5, 6, 7 kilometers per hour going in. So almost a walking pace. Oh, why is it so slow? Because we have to go up a lot of hills, down a lot of valleys, and sometimes the hills, the loads are so heavy one tractor can't do it. So we have to take 3 or 4 tractors to pull one sled up a hill. Then all the tractors have to go back down and get the next sled, pull it up. Wow, so it's a very difficult work. Yeah, it's slow, very slow, but you have to be patient. Looking for a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Yeah, you know. I've heard a lot about it, and I've talked with all the people here, and I've read a lot, and yeah, it'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hope to, and I'm planning on being a part of the trip to bring the telescope up to Summit.《格陵兰冰原》面积171万平方公里，占据了整个格陵兰大约80%的土地，是全世界第2大的冰原，仅次于南极。这里冰原的平均厚度大约都在2000公尺，而最厚的还会超过3000公尺。一般科学家们相信，全球暖化已经将这一片拥有11万年历史的冰原推向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说，在几百年之内，这一大片冰原可能会完全的溶解。而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到时候海平面会上升超过7公尺，而全球主要国家的沿海城市都会被淹没在海平面以下，而当然也包括台湾在内。格陵兰冰原浩大凛冽地坐落在眼前，而融化锻炼的冰脊切面正清楚记录着全球暖化的现在进行式。这个地点就是未来我们要上格陵兰高点的一个转接点。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点，这个地方一定要干燥，而且要高，所以一定要高原，最好是高山上的沙漠。唯一找得到的地方就是在格陵兰的冰原上，它是一个冷冻的沙漠。它在3200公尺，已经超出大部分的水汽了，又很冷，也可以到达零下-40、-50度。那这样子的话，它在整个大气的透明度，对无线电波来讲是非常清晰的。这边是最好的地点，没有其他地方有像这样的条件。那个冰块碧绿色的冰面很漂亮哦。以前的话，这整个冰脊是一直延伸到这里来。到这边过去。那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都是冰，都是冰脊。冰河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它会形成这一零的冰脊。它这个冰脊特别，这个冰脊是延伸到整个过来这边，是连接到这一块地方。对，那所以这边叫做 ice bridge，
原来是叫 Ice Bridge， 冰桥。是冰桥。可是现在没有看到桥了。最近气候越变越温暖，所以我们去年来的时候，那边还突出一块出来，已经断了，已经断了没有错，但是它是更往前，更靠近这边的。但是我想过去这半年，它又掉了一块下去了，所以表示全球气温是越来越暖和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啊。美丽冰脊背后的真相让人触目惊心，这也冲击着格陵兰望远镜未来的命运。冰原不是实地，冰原是会移动的。那以高原那边的冰原移动速度，一年它大概要移动1公尺。准确度或是校正位置，是不是都会有所影响？当然有影响。追求软化嘛，你可以想象，特别是在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就是像我们站的地方，那这些冰它会越来越软，越来越不稳固，所以我们在转运的时候，特别在运输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危机，是非常危险的。从这边70、100公里，你这一段路程里头是最危险的，因为软化冰块容易碎裂，这些细缝容易开起来，必须要先做地形的survey，还有上冰原去看那个去年的那些细缝是不是变得更大啦。那我们预备说，所有的望远镜应该可以在零下-70度的时候，它应该还没有问题。但是机器可以忍受零下70度。那人不可能，人要穿温暖一点。更多的准备的。咬紧牙根了。I'm long time ago. I read the book, which actually a diary of the Scott Amundsen. Captain Scott to the South Pole. Captain. Yeah. So the hero actually, to South Pole. One of my heroes. So I'm very happy to have such similar experience. Yeah. Similar experience like Captain Scott. Yeah. 大气决定观测条件，地理决定观测位置。尽管人类科技文明已经能在这片极地上探索苍穹，但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人类也只能谦卑臣服。关键的一天终于到来。Today is the big day, right? Yes. Yeah, exciting. Exciting. Yeah, finally we're going to observe M87 black hole.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ill you do later? First, we need to confirm that our system is working as expected. So then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First, then we can move the telescope as we expected. And after that, we will check our system, like frequency is correct, and the recorders can be take the data. Also, we check the condition of the sky by the observations. I'm very nervous. Yeah, because this system is very new, and sometimes we have problem. But no, as you know, this observation is actually we need to point to the target on time, scheduled time, and if we fail, then observation fails. So, yeah, I'm really nervous. 虽然科学家们早就做了万全准备和千百次的演练，但还是有人力无法控制的因素，那就是天气。观测黑洞必须3点连线，但格陵兰、夏威夷和智利3个地点，只要有任何一方气候欠佳，观测就必须取消。原定4月17号起的接连3天，全因为天气关系而暂停，直到20号，观测黑洞的世纪连线才终于启动。The weather is good for observation. Tonight, weather here is very nice.
So we will have the very nice observation tonight. So are you nervous tonight? Maybe the manager have more nervous. 所以你紧张吗？当然是，不紧张还好啦，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很 exciting 的一个 moment 这一天，我们准备了这7年来，就一直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参与 EHT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对 M87的一个观测。你看到说，我们7年来小孩子也长很大了，那已经可以加入全世界的一个全球连线做这个观测。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7年来的努力，在从今天晚上开始，即将要验证结果了。是的。4月下旬，一个在地球上空的虚拟大望远镜启动了，对准着深沉暗黑的宇宙，寻求人类最渴望的解答。而庞大的观测资料需要分析处理，团队必须等上好几个月，甚至1年，才能知道他们付出的大量努力是否真能换得成功。但毫无疑问的，人类天文学已经走到革命性的黄金时代，而台湾这一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接证明黑洞的存在，一直是这100年来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终极目标。但是天文学和一般科学不同，其他的科学或许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改变一个微小的参数，然后验证结果，找到答案。但是天文学，整个宇宙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但他们不能改变日月星辰，甚至黑洞。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等待一个来自宇宙的讯号，然后解读讯号，找到答案。没有任何取巧快速的方式，但或许这就是宇宙运行的自然法则。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ome exciting results of the imaging the black hole in M87, of rebuilding this antenna, this very high precision antenna in such an extreme environment has happened so efficiently over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got the parts here 2 years ago, and now we already have a working radio telescope. So this is a really big achievement for everyone working on the project. For human beings. Yeah, I mean for everyone really. So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time. Sometimes it's very difficult at this moment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is impact. But maybe 10, 20, 30 years later, the people can understand what it was meaning. And sometimes it was used to invent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fundamental physics, I believe that what we want to do is that understand the nature much, much deeply. I think that is our role as a scientist. Sometimes maybe discovery may not be useful something at this moment, but acquiring those kind of knowledge will improve it eventually. We make an image of the shadow of the black hole, maybe give some impression to some people. That is a hope. 这黑洞 itself 很重要，为什么？什么东西是最 energetic？ 哪个 phenomena 最 energetic？ 这个是黑洞。要是我们可以控制这个 black hole， 就一个很小的一个 black hole， 我们只需要跌点东西进去 ，generate tremendous energy。我们的目标是要第一次去证实黑洞的影像，我证实黑洞的存在。这个以现代科学来讲，这是一个科学的最前沿，在拓展我们的知识。我们人类习性就是要探索未知，增长我们的知识，是要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有这些知识，我们才能知道说我们会往哪边走。我们唯有知道我们的过往，还要知道我们可能的未来，
我们才能够对当下做出正确的决定。100年前，爱因斯坦写下广义相对论，让后世谱写宇宙大历史。他的预言远远超前当代的科学思维和观察技术。100年后的今天，一群天文学家与科学家离家万里，在这极北岛屿忍受严寒、孤寂与永夜永昼的单调乏味，执着地追寻着来自遥远星空背后的宇宙真相。不久的将来，在你我有生之年，都将有幸一睹那黑洞的真切模样。现实可能比想象的更为神奇。只是在我们找到自然万象的解答之后，当人类理性获得终极胜利之时，我们是否也终将了解造物者创造宇宙万物的真正旨意？